你压力再大也大不过我大哥。我有时候都心疼我大哥要挑重担。贝贝心疼亲生大哥，他说道，过几年我有能力帮我大哥分摊了，他就能轻松一点。贝贝，你想做什么就去做，不用担心大哥没有人帮忙分担，我们这些当哥哥的会回去帮忙的，你只管做自己想做的事。战池马上就说道，他们这些当哥哥的就是给妹妹撑着那片天的，从小到大他们都知道就只有一个妹妹，他们就要保护好妹妹，给妹妹撑着那片天，天塌了保证压不到妹妹。我也想做生意啊，我想像君妍姐姐那样当个女霸总。战池笑道，你和妍姐不一样，妍姐那种霸气天生带来的，你看上去软萌软萌的，当不了霸总。战旭嘴快的道，我姐软萌，那就当个软总好了。音落就被他哥哥姐姐同时敲了一下。贝贝笑道，你看你姐姐我像个软总吗？我当不了霸总，但我也可以当个老总，不是软总哈。战旭摸着被哥哥姐姐敲的地方，嘀咕，妍妍姐霸气是霸总，姐姐软萌为什么不是软总？兄姐瞪他，他马上闭嘴，不敢再说，怕又被哥哥姐姐敲打。兄妹三人在院子里转悠了2圈才回屋里去。小19的电话又打过来，抱着手机跟姐姐煲了1个小时的电话粥。等小19不舍得挂电话时，贝贝的手机只有10%的电量了，赶紧回到房间里充电。看着时间，估摸着父母有空了，他才打电话给妈妈。海彤接听了女儿的电话，妈妈。女儿甜美的声音传来，海彤才笑，还没有说话呢，手机就被身边的丈夫抢了过去。贝贝，我是爸爸，你去到六叔家里开心吗？想不想爸爸？爸爸等你的电话等1天了，六叔六婶特意在家里等我，很开心。想爸爸妈妈，还有大哥，还有所有人。我以为爸爸妈妈还在忙，不好打电话打扰你们。贝贝笑着，爸爸，你和我妈妈不要太累哦。爸爸会的，你大哥现在能接班了，爸爸马上就可以退休了，等爸爸退休了，就带你妈妈还有你，咱们3人出去环游世界去。海彤在一旁说道，贝贝才不和你个老头子去旅游呢，我母女俩一起去。我老了吗？我还年轻得很。贝贝，你说，爸爸老了吗？爸爸觉得我还很年轻的，好像我和你妈妈刚结婚呢。战印不服老，他这个年纪还能在商界再站20年呢。当然了，他不可能再站20年，儿子都大了，有能力接班，他当然要退休，然后和老婆环游世界去。年轻时为了公司，为了家庭孩子，夫妻俩鲜少能过2人世界，退休后的时光就属于夫妻俩的了。贝贝笑道，我爸爸不老，还很年轻。我和爸爸出去逛街，别人以为咱俩是兄妹，想不到咱们是父女的。我妈妈也不老，爸爸妈妈都还很年轻。爸爸，你别想着退休的事，再干几年吧，让我大哥熟悉点了再退休。贝贝是心疼大哥，父母一旦退休，公司的事就完全压到大哥身上了。现在虽说爸爸处于半退休状态，至少还会管事，还会回公司上半天班，那样大哥能轻松一点。你大哥已经很熟悉的了，大家也信服他。再说了，还有苏猛帮着他呢。你不用心疼你大哥，他比你爸爸年轻时厉害得多。爸爸记得我也是你大哥，这个年纪就接管家族事业的了。战印话里有着对儿子的肯定欣慰，儿子有本事，能接班，不是那种只会花天酒地的二世祖。他终于看到功成身退的希望了。苏猛像他爸苏南一样，没有进入自家公司上班，而是入了战氏集团。他和战牧尘从小一起长大，是发小，是好兄弟。2个人的友情如同战印和苏南的。苏猛帮着战牧尘，一是兄弟情深，二是他把战牧尘当成大舅哥看待的。大舅哥的大腿必须牢牢抱住，
战牧尘很不乐意唯一的妹妹被苏猛抱走，但放眼管城，配得上他妹妹的也就苏猛了。贝贝对苏猛是什么感情，暂时还看不出来，只知道他不讨厌苏猛，是兄妹情还是青梅竹马的感情，不知道。贝贝也还小，战家不可能让他这个年纪就嫁人，至少也要再留他5、6年吧。苏猛呀，还有的等。你六叔和六婶还好吧？战印问起弟弟的情况，他们什么时候有空回来聚聚？战池兄弟俩呢？我六叔和六婶都很好，大家都很好。小15早就想回去了。五哥说过几天我那些弟弟会过来，说先等他们过来玩一段时间，到时候再一起回管城。战印笑道，可不是吗？19中午就从幼儿园回来了，一回家知道你去了你六叔那里，哭的那叫一个震天响，谁都哄不住，最后没办法打电话给你，他才没有继续哭，我都想着他继续哭个不停。我和你妈也不回老宅了，你七叔家里的2个弟弟感冒了，没那么快回来，你七叔说怕他们回来传染给你，勒令他们必须看医生吃药，连喷嚏不打了才能回来。战印，你和闺女聊了那么多，该给我聊了吧？闺女本来是打电话给我的，我都还没有说上2句话，你就抢了我手机。海童向丈夫索要手机，战印不舍得将手机递还给爱妻，还不忘提醒女儿贝贝，你要天天给爸妈打电话哦，爸妈会很想你的。知道了，我也会想着爸妈的。贝贝应着，心里腹诽，爸爸就是嘴上说说而已。他兄妹俩不在家里，父母不知道有多开心呢，可以过2人世界。父母结婚20几年，很快就30年了，恩爱的如同初恋，着实让人羡慕。在他兄妹俩的眼里，父母是真爱，他兄妹俩就是充话费送的。妈妈永远被爸爸摆在第一位，他兄妹俩是越不过去的。当然了，贝贝希望父母能恩恩爱爱的再过几10年，要像太奶奶那样长寿。海童和女儿聊了大半个小时，战印有点吃醋了，在一旁说道，老婆，你和女儿聊的时间比我长，我要说女儿偏心了。海童轻推开他，笑着对闺女说道，贝贝，你早点休息，妈挂电话了。你爸越老越像个孩子似的，我爸就是看不得妈和我们好，恨不得妈一天24个小时都想着他。被女儿戳破了，战印理所当然的道，你妈才是和我过一辈子的人，我当然希望你妈24个小时都想着我。行了，别聊了，你赶紧休息去。贝贝想说现在还早得很呢，不过最终还是恋恋不舍地挂了电话。那边的龙庭还真的在晚上10点才回到他在 H 市的家。他住的别墅很大，院子采用了园林风格，他喜欢风尘山庄的风景，所以他的住处也采用了那种园林风格，很漂亮，不过也需要很多人来打理。他的保镖团分为2班制，没有跟着他出门的保镖团则在别墅里打扫卫生，管理好园林里的花草树木、假山喷泉池水等。别墅的围墙在他入住后加高了，安装了很多摄像头，360度无死角。院子里的树木、假山等都远离围墙，防的是别人翻墙而入，潜伏在树上。所有围墙底下布置着一排排的钉子，钉子往上，若有人不怕死的翻墙而入，往下一跳，那会被铁钉扎伤。除了布置了铁钉，还种着一些植物，那些植物有些是药用的，有些却带着剧毒，不小心碰触或者误食就会中毒。龙庭跟着师公他们学了10几年的本事，师公走后，师傅才正式挑起师傅的责任，将他毕生所学都交给了他，他能学到多少就是他的事了。跟着他学的还有初九以及军妃，军家的那些少爷们也多多少少会点医理，甚至使毒。有个医毒双绝的婶婶伯娘，他们从小就跟着学一点。程玲玲对儿子以及侄儿们要求不高，只要懂就行，说能防身，在外行走没那么容易被人算计坑害。
从龙庭创建了龙腾集团开始，就有不少宵小尝试过翻墙潜入他的别墅，结果都没有好下场，既被铁钉扎伤，又会中毒，被发现那是必然的了。龙庭从不露面处理过这样的事情，他的管家会处理好。那些宵小以及想摸清他底细的人，最后都进了监狱。然后整个 H 市的人都知道龙腾集团老板的家藏着无数机关，没有里面的人带着，谁闯进去都是死路一条。这2年就没有人再尝试潜入龙庭的别墅了。初九跟着龙庭进屋，进屋后他先去给龙庭倒来了一杯温开水。少爷，这袋子的东西。初九指的是战池送给他的礼物。龙庭说道，你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。初九打开袋子，把里面的东西一一拿出来看过，说道，少爷，是燕窝和护肤品，既然是六婶和贝贝的心意，你也收下了，就自己吃自己用吧。贝贝给你准备的护肤品必定是女性用的，我也用不了，你不用就扔掉，但那是浪费贝贝和六婶的心意，你舍得吗？初九舍不得，若让贝贝知道了，贝贝会很伤心难过的。他看着长大的小妹妹，哪舍得让她难过。燕窝给少爷吃吧，这是上等的燕窝，很好的。龙庭说道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喜欢吃，给我吃干嘛？都说了是给你的，你就吃。女人多吃点燕窝，皮肤都好很多。龙庭抬头看着初九，他跟在他身边，风吹日晒的，皮肤依旧很好，一是用的护肤品很好。二婶娘家是做护肤品生意的，二婶自己研制的护肤品最好用，多少贵妇人千金小姐都是从二婶这里购买。她每次回风尘山庄也会向二婶要一些护肤品，有她用的，也有初九用的。龙庭也很在乎颜值的，她从小就俊美可爱，可不能在30岁后变丑，所以她很注意保养自己，该用护肤品她就用，然后每次回老宅或者去战家，都能收到很多燕窝等养颜美容的营养品。她确实不喜欢吃那东西，所以全都给了初九。其实大家也是借她的手给初九吃的，在长辈的眼里，她和初九早就成了一体。我吃的够多了，初九小声说了句，他还是将东西放回了袋子，用少爷的话说，这是给他的，他在欧阳家时收下了，就要收到底，不能说转身离开后就扔了。很晚了，你去休息吧。龙庭让他去休息。初九站着不动，少爷还没有休息，他怎么能先去休息？龙庭有点无奈的道，已经回到家里了，很安全，你就放松放松。初九不说话，他知道家里很安全，但他习惯了，习惯在少爷休息了，他才会出去，也不会马上休息，他会先到处巡视一遍，确定不会有潜在的危险，才会回到他的房间。他跟龙庭住在同一层楼，本来初九是拒绝龙庭这样安排的，他觉得2楼属于龙庭的私人地盘，他住在1楼的保姆间就行。龙庭说他是他的贴身保镖，不能离他太远，必须跟他住在同一层楼，还要住在隔壁，那样他有什么事他才能第一时间知道。初九才会住进主屋的2楼，就住在龙庭隔壁的房间。每天晚上他休息之前，都会走到与龙庭房间相连的那道墙边，静静地听一会儿，确定龙庭房里不会有什么动静，他才会上床休息，就是睡也不会睡得太沉。他从小就是个浅眠的人，开始是与他幼时的遭遇有关，后面则是老爷爷培养的。他听力极佳，有点什么动静，他很快就会知道。龙庭端起他倒来的那杯温开水，喝了，放下杯子后，他起身，再提着战池给他的袋子上楼。初九随即跟着他上楼，他进房时，初九也跟着进去。他的房间对他是不设防的，但他进去并不是有什么想法，而是进去帮他检查一下。
有没人藏在他的房间里。检查过一遍，确定房里不会有人。初九转身出去后，轻轻地帮龙婷关上房门。